欢迎回到壁画太多。今晚我们要走进一个藏在雪山深处、万年寂静却神话横飞的地方——昆仑山。传说女娲就在这里炼石补天，补天剩下的那块神玉，正是后人顶礼膜拜的和田玉。昆仑山高高在上，玉石从天而降，是不是很有画面感？玩玉这事儿吧，我也是亲眼所见。当年和朋友去新疆和田旅游，他呢也是个爱玉之人，出手那个阔绰。到了那个当地最大的玉石交易市场，他就走不动了，非要亲自挑选一块石头现切。朋友们，那可是一场豪赌啊！那个惊心动魄，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。他挑选好了一块石头，当地师傅一刀切下去，好嘛，怎么说呢？就好比切出来了一块百达翡丽。当时那个场面，我就后悔当天没带2个保安。那趟新疆之旅让我感慨万千，从楼兰美女到和田玉，就知道当年老祖宗不是为了那点葡萄干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留言告诉我你现在有多少和田玉？你现在在哪座城市？此刻几点了？如果你手上也有上等的和田玉，赶紧来到评论区留言，给个价。我看评论区人数差不多了，就来场直播，让我朋友把他当年在新疆和田买的那块玉石拿出来晒晒。当然他还有很多玉石，咱们都可以瞧瞧。搞不好直播时候遇上懂行的专家，一看，你这朋友的和田玉不行吗？还百达翡丽呢，充其量就是个卡西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请把灯调暗，空调温度设置到刚刚好，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。要说和田玉的来历，那可得从天塌了这件事说起。中国古代神话里有一桩大事，天塌地陷，谁来收拾残局？女娲她不靠嘴炮，全靠真材实料。传说她收集五彩石，在昆仑山脚下练了749天，才补上天洞。其中剩下的几块石头没有用完的那些，被风吹雨打、地火熔岩洗礼，变成了玉。这就是后人传说中最早的神玉，而昆仑山也因此成了玉的诞生地。当然了，如果我们拿现代地理去对比，会发现昆仑山脉横跨青海、新疆和西藏北部，全长2500多公里，基本就是西域的大梁谷。而和田玉的产地也恰好在昆仑北路的和田地区。别以为这是巧合，古人对山川的理解从来不是地理测绘，而是信仰系统。昆仑山既是万神之山，也是万物之源。它在古籍里有个更霸气的名字——地上天庭。最早记载昆仑山的文字是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说，西王母居昆仑之丘，说白了就是王母娘娘的神仙老窝就在这儿。而和田玉最早也被称为昆仑玉。昆仑山顶冰雪常年不化，山下水源充足，雪水渗透玉矿层，经年累月冲刷玉石，然后顺着山间溪流流出玉龙喀什河，这才有了那一粒粒晶莹温润的籽料。打个比方，那就像山神泡了一壶冰川玉茶，留下的全是精华。难怪古人说昆仑生玉，天公造物。女娲补天这段传说听上去很玄，但其实背后有浓浓的地理投影。早在远古时代，昆仑山就因其高峻、神秘、难以接近而成为靠近天的地方。这种山体高大、气候恶劣的地方，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神在这里住着。于是补天的场景就搬进了昆仑山脚。天塌地陷，人间危难，一位女神毅然挺身而出，用天材地宝来补天，当然要用最坚硬、最灵性的石头玉。顺带一提，
在《淮南子》《太平御览》等文献中，也有关于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时选石之地的描写，其中昆仑之阳、弱水之滨等词反复出现。这些地点在今天看来都与昆仑山地带高度重合，也就是说，昆仑山不仅是个自然地理名词，它已经被神话、文化、民族认知彻底复临了。在古人眼中，它不只是山，是通天之梯，是女神的冶炼炉，是天地转运的轴心。再说回玉石，你可能会问，玉这么多地方都有，为什么偏偏和田玉这么吃香？那就得从这遗落的神玉说起。因为女娲炼石补天的边角料调到了昆仑山，而昆仑正好又是天地交汇之所，日精月华，血水灵气齐聚一身。这块地方生出来的玉，自然带着与众不同的气质。它不仅坚硬、温润、细腻，还隐隐透出一种灵的味道。那种感觉，用现代话说就是，一摸上手，整个人都平静下来了，像被什么神秘力量轻轻拍了一下脑门。古人不是傻子，他们非常清楚什么东西是天赐的。和田玉一开始并不是人人都有的玩物，它是神的恩赐，是王者的象征，只有帝王或祭司有资格佩戴，而普通人就算看到了，也只能远远仰望。你看，《尚书》《诗经》里提到玉石，语气都是慎之又慎，用词小心翼翼，恨不得写的时候手上也在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东西代表的不只是财富，而是通神的媒介，是天地之间的凭证。再延伸一点看，很多古代大礼仪中都要用到玉，比如圭、璧、章等不同形制的玉器，分别代表天地日月、四时五行。你要和天地沟通，不好意思，拿玉来。没有玉，天听不见你说什么。是不是很像今天你打客服电话要输入验证码？而昆仑山出产的和田玉就是当时验证码中的金牌 VIP 通道。女娲之后，还有一个名字也经常和玉绑在一起，那就是黄帝。传说黄帝在昆仑之墟升天，在这里建玉京，设玉门，他用玉祭天，用玉护身，也在玉制的车架上升天而去。昆仑山再次被强化成神人之间的桥梁，而玉成了这条桥的砖石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开始理解一个问题：玉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被赋予神性，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扎根在神话系统的深处。它是天地之骨，是补天余晖，是先人遗宝，是通神之药，而这些全部都离不开一个地方——昆仑山。所以，和田玉不只是玉，它是昆仑山对人间的一种馈赠，一种默默无闻却长情的表达。它藏在高山深处，不喧不闹，不抢不夺，只等有缘人来发现。就像那个古老的神话里说的：“天不言而成象，玉不语而显光。”在这片古老土地上，天地与人心之间，靠的就是这块沉默的石头，维系了千年的信仰与故事。昆仑山到底有什么魔力？为啥神仙都往这儿跑？为什么所有关于玉的传说最后都会指向它？今晚我们就接着讲讲这个不普通的山。不是我夸张，昆仑山的地位在古代人心中简直就是地球首席，不是因为它地形复杂、气候恶劣，而是因为它被当成了神住的地方。你没听错，它不是个山脉，是个神界的地址。先从名字说起，昆仑二字，早在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《楚辞》这些古书中频频出现，有时候是个高地，有时候是个仙境，甚至有时候就是天的代称。在古人的地图上，昆仑山不是一座具体的山，而是理想的宇宙中心，是天、地、人三界交汇的核心枢纽。很多神话故事里
天梯通往的不是天空，而是昆仑山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人间办事要上北京，天界办事得去昆仑？从道家的角度来说，昆仑是玄之又玄的存在。传说中有9重天，每重天之间都有一座昆仑山，神仙们住在不同的层级。而在《淮南子》中，昆仑山被描述为高万仞，上有瑶台金阙。这什么概念？就是你得翻山越岭，还得走个几天几夜，穿越重重迷雾，才能见到山顶的神界大门。而这扇门之后，才是传说中的天宫。当然，最有名的住户就是西王母，她被描绘成一个头发像豹尾、老虎牙齿的女神，守着不死药和仙桃园。你以为神仙都是飘飘欲仙那种吗？西王母在早期其实挺威猛，像山神、虎神、女巫的合体，后来才慢慢转变为慈祥的神界老奶奶，在昆仑瑶池举办宴会，招待各路神仙。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太白金星这些神话 VIP 都是在昆仑山的会议室里办公的。你说这山是不是宇宙总部？而这些设定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对昆仑山这个宇宙中心的概念，跟古巴比伦的巴别塔、古印度的须弥山如出一辙。世界各大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幻想过一个高高的中心山，上通天界，下连人间，区别只是地理坐标不同而已。在中国，这座山就叫昆仑。古人为什么这么痴迷昆仑？因为山本身就是通天的象征。你看，山顶总是接近云层，雷电时常打在高峰上，冰雪终年不化，甚至有些地方连飞鸟都绕道走。这在没有卫星地图的年代，可不就像天的边缘一样吗？于是昆仑就成了一个距离神最近的地方，是人类想象力的天花板。不仅如此，昆仑山还被认为是神兽的故乡，比如你听过的青龙、白虎、玄武、朱雀4大神兽，传说都与昆仑有关。还有那只食铁兽，也就是现代的熊猫，也被认为最早来自昆仑山麓。而在《山海经》里，还有种叫求鱼的异兽，长得像狮子却能飞，说不定就是古人幻想的玉石守护兽。那玉和这些神兽又有啥关系？有趣的是，古人喜欢用玉雕刻神兽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看来，玉是天地之精，神兽是天地之灵，灵气与灵气得门当户对。所以一块玉里雕个龙，那不只是装饰，那是请龙入宅；雕个凤，那是请天降祥瑞。而这些神兽的老家正是昆仑，所以玉雕也成了某种召唤仪式。每一次雕刻，仿佛都在把神话的碎片镶进现实。不光神兽，连玉的生长过程也被赋予了神性。在古人的理解中，玉不是普通石头的进化版，而是地气与天光交融的结晶。比如说，昆仑山雪水融化后渗入地下，流经岩层，与地火、矿物常年磨合，形成玉脉。这一过程耗时成百上千年，有的玉甚至会被再次推上地表，暴露在阳光下，吸收日月精华，然后被人发现。所以玉不是被制造出来的，是被等出来的。说它是山的眼泪也不为过。这一切都让昆仑山不再只是地理的存在，而是文化、宗教、情感的交叉口。每当人们佩戴和田玉，不管是帝王的玉玺、将军的佩剑，还是民间的平安扣、玉镯子，多少都带着昆仑的影子。即便身处千里之外，只要有块和田玉，就像隔着时空与昆仑握了个手，接通了那条通天的古老线路。说到这里，你也许会好奇，那到底有没有人真正找到过
昆仑山的神仙？这个问题古人也问过，于是才有了各种探险故事。比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，就曾传说穿越昆仑山看见神光闪闪。唐代玄奘西行也写到远远望见昆仑之巅有如金阙。还有不少道士修行者声称在昆仑山某处忽入云中见仙境。虽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些多半是传说，但这些见神的记录却一个比一个细节饱满，语言神圣，让人不禁相信。也许正是这种你永远抓不住，但总觉得它在那里的感觉，才让昆仑成为中国文化最持久的精神坐标。而和田玉就是那个唯一能被摸到的来自神山的信物。一座山能让人类几千年念念不忘，光靠地貌远远不够，它得有灵性，有传说，有神明出没，有英雄牺牲，有玉在山中，光在云里。它要让人仰望，又不能太遥不可及，而昆仑山恰好具备这一切。它高却不冷漠，它远却始终和人有联系，它藏玉也藏梦。所以别再说昆仑山只是个地名了，在中国人的心中，它是天界的后花园，是通往神话的入口，是玉的归宿，也是我们每个关于美好、神秘、永恒的幻想之源。神仙为什么爱玉？这个问题看上去像是笑谈，其实问得挺深。你想啊，在那么多神物里，为啥偏偏是玉成了仙人标配？仙境里有的是飘逸的烟雾，清冷的风，不老的容颜，还有每次出场都要带点光效的玉佩、玉杯、玉杖。怎么不见神仙喝酒用陶瓷碗，飞天时脚踩木头剑呢？答案就藏在中国古代对玉的集体想象里。玉不是装饰，是仙气的实体化。我们先来看看神仙聚会的场面。传说中最著名的神仙宴会不是天庭年会，而是王母娘娘在昆仑瑶池举办的蟠桃大会。这个宴会出场率极高，几乎每本古代神魔小说都写过，什么嫦娥、八仙、哪吒、李靖、托塔天王，还有偶尔出差到凡间的玉皇大帝，都会被请去吃上一口。关键是宴会现场玉光满目，杯是玉的，盘是玉的，甚至连乐器也是用玉做的。《西王母本纪》里就记载，王母宫中玉阶玉树，玉器为用，是不是很奢？但重点不是奢，是洁。在古人观念里，玉是最干净、最不染尘埃的东西，它凝结天地精华，不带人间杂气，所以用来盛仙酒最合适。用玉杯斟酒是对天地的尊敬，也是对道的净化。而玉光之所以能应神仙，也不是空穴来风。古人讲神形兼备，仙人的形体是由精气神凝成的，肉身只是暂时的容器。当你用玉这种吸纳天地精气的器物去配合他们的气场，自然能同频共振。玉放在他们手中，就好像是气质和能量的延伸。神仙的标配就是玉，不是炫，是合适。再往深一点说，玉在仙人那里不只是摆设，还有功能。太上感应篇说，佩玉以正心，明镜以察行。佩玉能正心定气，是一种自我修炼的媒介。很多修道之人都讲究佩一玉以养性，比如老子就传说有佩青玉入山修行，青玉能辟邪，白玉能养气，黄玉能护体，黑玉能定魂。虽然听上去像是玉界配色卡，其实是古人观察玉的纹理与词性后总结出来的佩玉修仙图谱。说到这里，也别忘了，仙人不是空中飘，他们很多是由人修成的神。那他们佩玉这个习惯也是从凡间带上天的。在《列仙传》里，
很多得道升天的人物在成仙前都离不开玉，有人吞玉入腹，有人将玉挂在丹田位置打坐，还有人干脆在洞府中砌玉墙，用来聚灵养身，简直就像给房子装了灵气空调。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葛洪，他不但炼丹，还强调服玉。他在《抱朴子》中写过：玉能安五脏，固精神，养魂魄，令人长年。你说他是玄学吧，人家可是魏晋最有影响力的医道双修之人，连炼丹都讲究配玉入炉。你品，这不就是修仙版的保健品搭配吗？但这种搭配背后是对玉的灵性认知，是将其看作道的外显。再看飞升场面，很多记载里都强调仙人升天时配着玉，身披霞光，有的甚至化为一道白光冲天而去，消失时只留下地上的玉佩轻轻旋转。古人非常看重物证，一人升天必须留下点什么，玉不随人升就是这个逻辑。凡间留玉是对过去人生的纪念，也是向后人宣告我走了，但这块玉是我曾存在的证据。除了功能性，玉也扮演着一种资格证明的角色，不是谁都能随便拿玉出现在神界场景里的。你看《封神榜》，哪吒闯东海的时候手握乾坤圈，哪吒那圈就是玉石之精炼成的。又比如姜子牙的打神鞭，那根棒子也被描述为玉骨通灵。神界对玉的使用有严格分级，有的是武器级别，有的是礼仪级别。不同的玉器象征着不同层级的法力授权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《山海经》里有那么多献玉求神的故事。比如某位国王梦见神灵显形，说只有用昆仑之玉雕成的璧才能开启山门，保国家不灭。于是他千里跋涉去和田采玉，历经艰难带回玉料，再找匠人雕成完毕，结果果真灵验。古人不讲迷信，他们讲的是契合。仙界用玉，是因为玉与天道本质相合，用它沟通，自然最不走偏路。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些传说，会发现神仙对玉的喜爱，其实是人类对纯粹、通透、不染尘的一种极致追求。玉代表着某种理想人格，温润如玉，刚柔并济，谦谦君子。神仙配玉也是在给这种人格背书。你要成神，先做人，做人得像玉那样内敛不张扬，温和却有力量。所以神仙不是爱美，他们是认同玉这种气质。它不像金太俗，不像银太软，不像铁太凶，只有玉温润寒光，镜中有事，才配得上那些羽化而登、腾云驾雾的存在。可以说，在神话体系里，玉不是配件，是语言，是信仰的符号。这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直到今天，中国人依然觉得配玉能转运，送玉有深意。因为我们骨子里都知道，配玉不是时尚，是一种向神性靠拢的潜意识。那块挂在脖子上的小小玉佩，也许不能真让你起飞，但它在提醒你，别忘了内心的清明与坚定。而昆仑山就是那个把神性与人性用玉串联起来的地方。它不喧哗，不高调，却让所有关于玉的神仙传说变得可信又温柔。你看，神仙并不遥远，他们只是悄悄把一块玉留在了我们手心里。说到玉，你可能会想，不就是光滑点、漂亮点的石头吗？可古人不这么看，在他们眼里，玉的颜色是有讲究的，甚至是天意的暗示。什么样的玉给什么人用，什么场合该出现哪种颜色的玉，一点都不能乱。先从和田玉说起，别看今天市场上满眼五颜六色，各种冰种、玻璃种、飘花绿，听着一个比一个洋气，其实正宗的和田玉颜色从来没那么花哨。它最主要的几种颜色是
白、青、黄、墨、糖这5类。你没看错，糖色是真的像糖颜色，而墨玉也真是黑的像墨。颜色虽不多，但门道极深。最受推崇的是白玉，尤其是那种像羊脂一样细腻的羊脂白玉。听名字就知道，这种玉白得不像石头，更像一团光，被誉为玉中之王。古人讲究白为尊，不仅是因为白色代表纯净神圣，更因为白玉质地最细，透光性强，雕出来的图案最能显出灵气。唐代有句诗叫“温其如玉，白如凝脂”，说的就是这种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白玉谁能用？答案是，不是你我能碰的。在古代，白玉主要是王侯将相、皇帝近臣的专属，比如传国玉玺就是用白玉雕的。史记记载，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有人献上一块和氏璧，被称为天下至宝，后被雕刻成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的玉玺。这块玉就是最纯的白色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象征着受天命而亡的合法性。颜色纯代表血统纯、权力纯、命运也纯。再说青玉，青不是绿，是一种带灰调的暗青色，在光下泛着微蓝的温润。青玉不像白玉那么耀眼，但它有一种低调的沉稳。它常被用来做器具、配饰，文人墨客最爱它。汉代很多墓葬里出土的玉佩、玉剑柄都是青玉，它适合陪伴，而不是炫耀，像极了古人理想中的士人，藏锋不露，质朴有礼。青玉是玉中的谦谦君子，黄玉就有点贵气横生的意味了。黄色在古代可是天子专属色，黄袍加身，是不是直接想起皇帝了？但黄玉极其罕见，出产少，质地细腻者更少，因此也极珍贵。谁能拥有黄玉，通常是被皇帝亲自赏赐的大功臣、贵妃、太子这样的人物。尤其到了清代，乾隆皇帝酷爱黄玉，连他自己都说：“黄者土也，土为中央，为帝皇之位。”讲白了，他把自己和玉连在了一起，给玉穿上了政治的外衣。再来是墨玉，这种玉的颜色深沉，几乎全黑，但光泽柔和，给人一种极度内敛的力量感。墨玉不像其他玉那么流行，却在特定场合地位极高。比如帝王祭天、将军誓师时常配墨玉，以示庄重肃穆。周礼中规定，郊祀用墨玉，意思是在祭天或祭祖这种大场面上，必须用墨玉才能显出天地的庄严。黑是宇宙的起点，也是生死循环的象征。配墨玉等于身负天地使命。至于糖色玉，那就更有趣了。这种玉原本是白玉，但在地底埋藏过程中，外围受到矿物侵染，变成了棕黄色或咖啡色，看起来像是糖水浸泡过一样。虽然听起来污染了，但这种自然形成的沁色恰恰成了一种美感的体现。它不像白玉那样冷峻，也不像青玉那样隐忍，而是带着点温暖的俗气感，恰好适合民间佩戴。老百姓喜欢糖玉，不是因为它便宜，而是它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，像是家里祖传下来的玉，更有烟火气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就是颜色不一样吗？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？那我们得回头看看古人为什么对玉的颜色这么在意。答案很简单，颜色是身份的外化。在古代，一块玉的颜色直接决定你能不能配它、用它，甚至买它。你身份不够，却带了块黄玉，被朝廷发现，很可能就要被弹劾，说你僭越。所以别小看这一点颜色，它背后牵动的是整套礼制和等级。周礼、
礼记这些书里就详细规定了配玉制度，不同身份的人该戴什么玉、什么颜色、什么形制，全写得清清楚楚。比如公爵可配白玉、青玉各数块，子男级别只能配青玉一对，平民如果佩戴超过等级，便属不敬，甚至连玉上可以雕什么图案都有规定。皇帝可用龙纹，大臣可用云纹，士人可用花草纹样。就像今天穿制服，你不是哪个单位的，还真不能穿那身衣服。玉在古代就是行走的身份牌。颜色之所以如此重要，还有一点是与天象相连。古人讲天人合一，天地五行分别对应的颜色是金白、木青、水黑、火红和土黄。玉的颜色被认为是对应该人的命数和方位，所以配什么颜色的玉，不只是看身份，也看时运。有人说青玉护肝，黄玉养脾，墨玉镇魂，其实说的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。还有个细节你可能没注意，很多古代玉器其实是组合色的，比如一块原本的青白玉，在雕刻时会故意保留不同色泽部分，利用俏色雕出云霞、衣纹、山水，甚至人物的表情，这叫巧雕，是玉匠们的智慧体现。你看似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玉，转个角度，图案就活了。这种动中有静的设计，也只有颜色细腻、过度柔和的和田玉能做到。说到底，玉的颜色不只是自然形成的表皮，而是它的性格。白玉纯粹高贵，青玉沉稳内敛，黄玉尊贵温厚，墨玉肃穆深远，唐玉亲民温柔。不同颜色的玉吸引着不同气质的人，也寄托着不同的命运期待。昆仑山出产的玉为何被称为天玉？也许正是因为它颜色之间的那种温润过渡，就像天光照在雪上，河面林梢，不刺眼不冷漠，有一种超越质地的柔和。你看不出它是怎样变色的，却觉得它像活着一样。在古人眼中，那就是玉通灵的证据，是神与山留下的体温。所以和田玉不是因为颜色多才珍贵，而是它每一种颜色背后都有故事，有规则，有信仰。它不是石头，它是规矩，是身份，是天意。你手上的那一抹颜色，说不定正藏着某段沉睡千年的命运。昆仑山这名字听起来就带着点仙气，但真正走近它的人才知道，这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山，是冷得能冻掉耳朵的硬骨头山，是一条沉默地横躺在世界屋脊上的神脉。它不说话，却藏了比所有神话还要真实的秘密。和田玉就是它千年沉默中吐出的低语。很多人以为玉石就是岩石变种，成分加压加热一下就成了，但和田玉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地质课。它的核心成分是透闪石，这是一种在极端高压、高温和深埋环境中才能稳定存在的矿物。而要想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区间里稳定的结晶，还得靠时间、稳定性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天时地利。也就是说，一块真正的和田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是在昆仑山的地壳深处被大自然慢炖出来的。我们今天所说的和田玉，其实就是产自昆仑山北麓区域的玉石，特别是在喀喇昆仑山、阿尔金山交汇地带的玉龙喀什河流域一带。这一地区是世界上已知的唯一的产籽料的地方。什么是籽料？不是玉米籽，是指那些被河水冲刷出来光滑圆润、无棱无角的玉石。它们从山体中崩裂下来，顺着山涧溪水一路颠簸，被冰川水无声地打磨上千年，
最后静静躺在河滩上，像一颗一颗沉睡的星。籽料的成因是整个和田玉传说中最动人的部分。想象一下，一块玉从岩层中挣脱，要经历雪崩、山崩、地震、冲刷，还要经过无数日夜的摩擦、碰撞、沉淀，最后才能以一种温润无瑕的状态呈现在你眼前。这就像是一段山的记忆被时间一层层打磨出来。你摸着它，不只是摸着一块石头，你摸着的是一整条山脉的心跳。而藏着这些心跳的，不是表面风光的雪峰，而是深埋在地底的断裂带。昆仑山是碰撞出来的，它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激烈对撞的结果。两大板块互相挤压、隆起、变形，形成了中国西部最高、最复杂的山系，也造就了丰富的矿物资源。而玉石正是在这种地质运动中诞生的，地壳升腾、岩层断裂、矿物融合，再配合高压低氧环境，才形成了玉矿层。这是玉的原生脉，叫山料。山料是还没出世的玉，它们还埋在昆仑山深处，原石形态粗犷不堪，需要切割打磨才能看清内里成色。而最精华的那部分，则在万年之后崩落下来，被水冲走，经历了大自然的反复锻造，才变成籽料。所以籽料一向最贵，不是因为稀少，而是因为它代表着时间的极致淬炼，是昆仑山对这个世界的温柔回应。但你以为籽料就等于好玉，也不一定。有的籽料外表油亮，切开后却是花心，结构松散，杂质多，有的甚至开裂。这就像看人不能只看脸，玉也要心诚。所以玉商之间常说一句话，宁要山料好皮，不要籽料假光。这也是为什么真正懂玉的人总是要用手摸，用灯照，用心听。昆仑的秘密从不轻易暴露，它让你自己去找感觉。而让这些玉石一路飘到人间的，还有一个功臣——玉龙喀什河。这条河名气不大，但地位极高。它是昆仑山的出玉口，一年四季都有玉石从上游冲下来。玉商们常年在河道上下游守候，用铁耙子、网兜，甚至是徒手在水中摸玉。有时候一趟下来空手而归，有时候却捡到价值100万的籽料。你以为是在淘玉，其实更像是在赌命。曾经有个和田老玉匠说过，我们不是去找玉，是去听玉。什么意思？玉不是哪儿都有的，它只在某几个特定的河段出现，而且时机也很重要。春夏之交，雪水融化，水流最急，这时候玉石才会被冲下来。听水声，看水色，闻气息，这些经验不是书里教的，是一代代玉人在河滩上用脚丈量出来的。那是一种与山沟通的方式，像是在等玉说话。当然，今天玉龙喀什河的玉早已不如从前那么丰富，过度开采让它的脉络受损，很多区域都被列为保护区。但即便如此，人们对昆仑玉的向往仍没有减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山底下的秘密太深了。它不光藏着玉，更藏着民族的记忆、文化的深流，还有我们对天公造物的敬畏。从地理学角度看，和田玉的形成需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：特定的矿物成分、地质板块剧烈碰撞、高压高温的稳定环境，以及千万年的封存期。这4个条件中，任何一个缺失，玉都无法形成。而全世界只有昆仑山北麓恰好具备这所有条件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和田玉不像金、银、钻石那样靠人工可以批量提炼，它是完全不可复制的天选之物。你不可能再造昆仑，也就不可能量产神玉。它只能静静躺在那儿，等着谁有缘分、有耐心去发现它。这种被选择的感觉，让和田玉从一开始就带着命运感。
你看，那些从玉龙喀什河里捞上来的玉子，有的会被制成帝王印玺，有的会变成妃子手中的玉镯，有的则一直默默待在抽屉里，陪着某个无名之人一生。昆仑山不在乎他们的归宿，只是在1000年前把这些玉轻轻推入人间的河流，然后静候后人的故事。这山它沉默，却每时每刻都在给人类讲故事。而那些沉在水下的玉石，不过是它低语的片段。你愿意听就能听懂，你愿意摸就能摸出温度，你愿意信，它就不再是石头，而是山的回忆。秦始皇为什么要大兴土木炼丹求仙？汉武帝怎么就迷上了昆仑神山？其实归根结底是一个字：玉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帝王不是应该更在乎江山社稷吗？怎么对一块石头着了魔？但在古代，玉从来不是石头，而是天命的象征，是与神沟通的凭证，是通往永生的通行证。而帝王最痴迷的正是这3样。要说这段故事，就得从和氏璧讲起。春秋时期，有个叫卞和的人在楚山里发现一块不起眼的石头，他说这是块宝玉，被当朝君王误会成骗子，连砍了2次腿。直到后代君王慧眼识宝，才剖出玉谱，封为和氏璧。这块璧后成为千古第一玉，不但楚国珍藏，后来还成为秦国统一6国的象征。传说中，这块和氏璧最后被秦始皇雕刻成传国玉玺。这玉玺可是大有讲头，上刻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意思就是天把江山交给我了，这印章就是契约，谁拿着谁就合法。秦始皇可不只拿它盖章，他是真拿它当命根子看。从他修建阿房宫、兵马俑、地宫，到派徐福东渡寻仙求药，核心思想就一个：我要命长，要长得像玉那样。这就要说到古人对玉的另一个幻想，它能让人不死。在《吕氏春秋》《列仙传》这些典籍中，玉常被写成养生圣物。有的说玉能养5脏，有的说玉可通天地气脉，甚至有玉将入腹，百疾皆去的说法。于是从战国开始，帝王们开始热衷配玉、食玉、炼玉丹。吃玉这件事儿吧，说实话，今天听着有点吓人，但当时他们是认真的。秦始皇就曾派人搜罗天下灵玉，用来炼丹制药。相传他服食的仙丹中就有玉粉成分，这种玉丹被认为可以延年益寿，甚至达到羽化飞升的目的。他甚至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在东海建仙山，请术士夜以继日地烧炼灵药，目的只有一个：长生不老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，他最后并没飞升，反而急死沙丘。但这种对玉的痴迷并没结束，很快，汉武帝接过了这面旗。汉武帝刘彻，这位大一统的铁血皇帝，同时又是个理想主义的梦中人。他信神、信仙、信气运，更信昆仑山里藏着通天的秘密。于是他下令修建明光宫、神明台、昆仑台，模拟神仙宫殿，又重用方士李少君、东方朔等人，把求仙炼丹搞得风生水起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设立了太一神祭祀制度。太一是谁？是主宰天地运转的大天神，也是所有皇权正统的终极背书。而汉武帝为了与太一神沟通，不惜使用玉犀来献祭，也就是用玉雕成的祭祀用品来向天表达敬意。《史记》记载，他曾在封禅泰山时用白玉龟向天祭礼，这种玉龟只有天子能吃，代表我在天命序列上有位置，谁敢不服？同一时期还流行一种叫玉衣的东西，
就是用上千块小玉片缝制的长衣，皇帝死后穿在尸身上，据说这样可以金玉不腐，让肉身保存，灵魂得以重生。你想啊，普通人死了烧个纸，皇帝死了穿玉衣，这得多看重玉，才舍得用一块块温润如纸的真玉去包尸。唐代之后虽略有减少，但到清朝，皇帝依然佩玉、藏玉。乾隆甚至直接开了御政署来专门管理皇家玉器。他的藏玉癖不输现代收藏家，甚至亲自写诗赞美玉色，温润不浮，冰清自洁。这种对玉的沉迷，表面上看是装饰，是礼仪，其实是对天命的抓取。因为玉代表的不只是物质，而是抽象的合法性。你想啊，皇帝说自己是真命天子，但谁见过天的许可文件？他能展示的不过是一块块天上来的东西。玉玺、玉圭、玉册，玉成了政治仪式的道具，也成了皇帝身份的护身符。除了祭祀和养生，玉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：押运。什么叫押运？就是让命运别乱跑。比如帝王新登基要用玉压住运势，迁都换宫要埋玉镇风水，甚至战争开打之前也要祭玉配玉，以示天命护佑。你看，这些动作就像是开局选技能，不押玉就像开场没装备。而和田玉因为产自天山之脉，又有女娲补天之传说，自然成了这些用途中最尊贵的一种。而越是强权之下，玉就越是稀缺正义的象征。比如楚国的九鼎玉器，就是九州之鼎的象征物，谁掌握它，谁掌握天下。再比如汉代某次朝廷更替，权臣手握一块昆仑白玉，硬是凭这块玉为新主立了合法性基础。你可以说权术肮脏，但那块玉是真有政治功能。可以说，在那个没有选票、没有新闻发言人、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，玉就是天意最可靠的翻译机。谁手握玉，谁就能说：你看，天命在我。而昆仑山正是造镇工厂，他不说话，却源源不断送出玉石，让帝王、将军、术士、百姓都能从他手中接到一块命运牌。这也是为什么无数帝王对昆仑山魂牵梦绕。他不仅藏玉，更藏正统的起点。在他们看来，夺得玉不只是得了宝，而是得了一个和天直接对话的机会。别说是帝王了，换你我也会为这样一个直接通神的信物心动吧。你以为和田玉只是留在昆仑深山供神仙佩戴、帝王收藏的吗？不，它后来成了沿丝绸之路一路响彻西域与中原的贸易明星。哪怕放在黄金、丝绸、香料之中，它依旧熠熠发光。我们就来说说这块沉静的玉是如何走下神坛，一步步走向人间，最后穿越沙漠，翻越山口，成为贯穿欧亚大陆的文明使者。故事要从丝绸之路开通前说起。公元前20世纪，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，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打通中原与西域的联系。当时的和田还叫于田，是西域36国之一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，背靠昆仑，面朝绿洲，是玉石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。张骞出使时就注意到一件事，西域各国对玉极为重视，很多小国虽然军事羸弱，地理偏僻，但因产玉而富甲一方。甚至匈奴也派兵驻扎在玉河边，为的就是控制玉的流通。这些玉几乎全都出自昆仑北路，然后顺着山涧溪流冲至河谷，被当地人采集，最终由商队驮着踏上东去之路。于是
一个从昆仑山脚到长安城门的御道就这样慢慢踩了出来。这条御道并非像丝绸之路那样有明确的路线，而是由无数条山路、驼道、绿洲点串联而成，像一串斜挂在地图上的念珠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和田到楼兰，再经敦煌入汉地。这条路走一趟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，途中要翻山越岭，穿越沙漠，还要防强盗、防暴风。很多商队带着满载玉石的驼队出发，却只有空口袋回来。但就算如此，和田玉依旧在中原供不应求。为什么？因为汉人对玉的崇拜是刻在文化骨子里的，它不是首饰，是身份；不是商品，是信仰。每一块玉都像一张古老的通行证，能穿过阶层壁垒，成为王侯将相与文人墨客都想争抢的东西。特别是到了东汉以后，丝绸之路越发兴盛，和田玉的需求也飙升。那时候的宫廷，不管是宴会用器、祭祀玉璧、皇后佩玉，还是出征将军身上的玉佩，全都讲究昆仑之玉。地方玉哪怕雕工再精，也无法比肩昆仑玉那股山气浑厚的气场。宫里不收假货，哪怕送10箱青海玉，也不如一颗真正的和田籽料。这种需求刺激了一个产业链，玉商、驼队、采玉人、匠人、守卫、走卒、向导，大家围着和田玉转，造就了西域最早的高端玉石经济圈。有学者统计，在汉代到唐代的1000年间，光是流入长安的和田玉就超过数百万斤。当然，这里头水分不少，毕竟谁也没把账册保存2000年，但可见其流通之广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不，和田玉还走出了中原，逆流回西域，甚至一路漂洋过海。唐朝时期，随着中亚、波斯、印度等国频繁与大唐交往，和田玉被当作国家礼物远赠外邦。在长安城的西市里，不少波斯和粟特商人就专门经营玉器进出口。他们会带走中原雕好的玉器，沿原路返回西域，再带入中亚、西亚，成为皇室、贵族手中的吉祥物。尤其是波斯人，对玉有一种奇特的好感。他们称中国玉为天石，认为它能净化空气，抵御邪灵。甚至有传说，波斯王子佩戴昆仑玉入梦，醒来后战无不胜。于是此后宫中凡出生皇子，皆由巫师挑选玉护身。据说这些玉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和田采出，经敦煌、吐鲁番、中亚一路西行的。和田这个名字听起来温润中带点异域气息，像一杯刚刚煮开的奶茶，甜中带着点沙漠风味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个名字其实是从于田一路变过来的，背后藏着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史，一段夹杂着战争、文化和玉石的千年变迁。我们就来讲讲和田这2个字儿是怎么从沙漠深处一步步走到我们今天的地图上。最早的于田出现在史书中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。它是西域36国之一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，地势低洼却水源充足，绿洲点点，正好坐落在昆仑山的北路边缘。这里是河流的出口，是玉石冲刷沉积的天然平台。说白了，玉从山上下来，第一站就撞进了于田的怀抱。于田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像波斯语或者梵语，实际上也确实与印度文化有关。它的原文叫 Hotan 或者 Khotan， 有人翻译为土地肥美之地，也有人解释为从天而来的净土。但无论哪种说法，都说明了一件事：这个地方不是荒漠，而是奇迹。在沙海之中能长出玉来，这本身就已经足够神秘。
更神的是，于田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单一族群聚集地。早期的于田人据说是古印度与当地原住民的混血后裔。传说中有位印度王子因为战败逃亡，带着他的随从一路北行，越过帕米尔高原，最终落脚于昆仑北路。他的部落与当地的吐火罗人融合，共同建立起一个以玉为中心的绿洲国度。听着是不是很像一部西域版的《冰与火之歌》？王子逃亡，玉石为脉，部落重建。这位王子建立的政权就是最早的于田国。据《魏书·大唐西域记》记载，于田是个佛法昌盛、玉石富饶的国家。这里的人讲梵语，写梵文，建庙念经，一手持佛珠，一手握玉器，活得比谁都讲究。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，佛教东渐，于田成为了佛教西传进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，而玉器也跟着一波波和尚、商队、使节一同东传。你可能会问，佛教和玉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佛教讲净，玉讲洁；佛教讲轮回，玉讲不腐。佛像需供品，而玉器正是最尊贵的供奉之物。唐代高僧玄奘曾记载，于田人食无肉，念佛咒，常持玉佩，以示敬天敬佛。玉在他们的信仰中不再是权力的象征，而是灵性的容器。你可以说，于田人是最早把玉当作信仰媒介的民族之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于田国越来越繁荣，甚至和中原王朝维持了长时间的朝贡关系。唐朝设安西都护府时，于田就被纳入其势力范围，还多次派使者朝贡玉器与佛经。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壁画中就画有来自于田的使节，身着义服，手捧玉璧，仪态庄严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到了宋初，随着回鹘、西辽等势力的崛起，于田逐渐衰落，最终在公元11世纪被喀喇汗王朝吞并。这个时候，汉文史书才开始把于田称作和田，再慢慢演化为和田。你看，是不是跟我们学拼音时改错发音一样，一不小心把一个古老的名字说出了新味道？但这改名并非偶然，而是多民族融合、文化再造的结果。从文化角度看，于田这个名字带着浓重的佛教与中亚色彩，而和田则更贴近中原汉文化语境。尤其是和字，自古就是中原人最爱的字之一，象征平和、友善、繁荣。田则代表丰饶、土地、人民。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，不仅应似原名，还隐含着一个新国家对安定与富足的期待。而真正让和田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站稳脚跟的是清代。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之后，重新划定西域版图，把和田纳入伊犁将军辖区，设和田直隶厅，清晰地将这个名字写进了行政体系。自此，和田不再是某个遥远绿洲的别称，而是中华帝国正式承认的疆域名称。更巧的是，这个名字跟玉的意象还不谋而合。和田玉三个字不仅音顺、好记、易写，更恰好抓住了玉文化中的精髓：温润而泽，利而不害。它不是强夺的产物，是各族融合、文化交汇后的结果。就像玉本身，外冷内热，柔中带刚。今天的和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，辖多个县市，包含高山、绿洲、沙漠，人口多为维吾尔族，城市不大，却几乎是中国玉石爱好者的圣地。每年大量玉商涌入和田，只为能摸到真正的籽料，亲眼看见玉龙、喀什河，亲手从地摊翻出可能价值连城的一块玉。有人说，你不是在逛市场，你是在赌命运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今天的和田依然保留着一部分于田的影子，比如老城区的建筑风格，
维吾尔族的音乐节奏，市场上依然存在的以物易物交易方式，甚至是某些长辈口中的故事，都在悄悄延续着那段跨越千年的玉石记忆。你看，从一个传说中逃亡的王子，到一个佛光笼罩的绿洲王国，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中转站，到今天中国玉石界的重量级 IP， 和田这两个字，已经不仅是地名了，它是历史的符号，是文明混血的证明，是一块玉从神话走进人间的全记录。而那条通往昆仑的老路依然在，玉龙河还在流，山还在沉默，风还在吹。而每一个来到和田的人，或多或少都会被一种东西吸引住，不是商品的光泽，是来自远古的呼唤，是那块玉悄悄说出的：你又来了。谁在背后打磨玉石？是谁把一块灰头土脸的山料变成你手腕上温润生辉的玉镯？是谁不曾留名，却在每一道雕痕中留下了灵魂？今晚我们讲的不是王侯将相，也不是神仙传奇，而是那些一生埋首玉案、手握雕刀的玉匠。他们像昆仑山脉的影子，默默坚韧，把整个玉文化撑在了背后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真正懂玉的人最佩服的不是玉商，不是收藏家，而是玉匠，因为他们才是真正读得懂玉的人。你看，一块原石就像一本密密麻麻的古书，不懂门道的人只看见石头，玉匠却能从纹理、裂隙、油性中听见玉在说什么。他们不是雕石，是在与山沟通。古代玉匠最早被称为工，也叫琢玉之士。在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，琢玉分工极细，有削、琢、刻、磨4道流程，每道都需要10年功夫。尤其到了战国、汉代，玉器进入鼎盛期，玉匠已经形成明确的等级制度，官府御工、王室专匠、民间作坊各司其职，代代相传。但成为一名真正的玉匠绝非易事，你得从10岁开始练手，先从最枯燥的磨石做起，用一整块玉磨出一个平面，再学切割，要掌握不同玉质的反应力道，之后才敢碰雕刻。一刀下去是艺术，也是赌博。玉不能多雕，花纹复杂了失温润，少了又显粗糙，这种拿捏靠的是经验，更靠直觉。民间有句话，3分材料7分工，但玉匠圈里倒过来说，3分工7分看。什么意思？看是判断玉的性格，不同玉有不同脾气，有的玉质细腻但脏裂，一不小心整块就碎了；有的玉外表暗淡，切开却光如水晶。玉匠得有一双能透石头的眼睛，不仅能看清玉，也得看清自己的心。很多玉匠在雕刻时不说话，甚至连呼吸都很轻。他们知道，每一刀下去都无法回头，有一次错，可能就是几十年经验白费。一块极品籽料，如果开错角度，价值立减一半不说，整块玉的气也就断了。你说雕玉累吗？不仅是手累，更是心累。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，你得对得起那份沉默。但玉匠并不总是被尊重的。在王朝鼎盛时，他们是高薪技艺者，皇帝身边的玉工，甚至有宫品入宫、宫人封赏的荣耀。可一旦政局动荡，玉被当作奢侈品打压，他们立刻就成了匠户被贬低、管制，甚至子孙不得为官。你看，在权力游戏里，玉是通天的钥匙，而玉匠却是被忽视的执要人。宋代有位玉工叫李顺，据说能雕隐花藏叶，就是你从正面看是花，从侧面看却是叶。有人出高价买他一只玉杯，他却说此物成形费3年，不为惊动。结果没过多久，李顺家破人亡，玉器也被官府没收。
你以为他是匠人，他其实是孤独的艺术家，拿命在雕玉。到了明清，苏州成为玉器重镇，海派玉雕崛起。玉匠们的风格从传统的对称规矩，慢慢走向了写意流动，雕山水、雕人物、雕故事。一块玉变成了会说话的戏台，而这些玉匠也从幕后慢慢走进市场，开始以名养玉。有的玉雕师傅甚至成了 IP， 出场费不输画师、瓷客，但风光背后，他们依旧寂寞。真正的好玉匠不争不抢，一生只做10件作品，因为他们知道玉不该量产，每一块玉都有命，你不能赶，不能逼，只能等它开口。有的玉摆在桌上10年都没动刀，只为等一个对的灵感，一刀下去是造化，一错下去是暴殄天物。他们用的是最古老的工具，铁针、牛皮、露砂、清水。你以为他们用的是手，其实是心。他们不靠眼睛看，而是靠指腹摸、耳朵听、心跳感应。他们能听见玉的回音，知道什么时候是对的时机。就像昆仑山不说话，但总有人能听懂风的方向。今天的玉雕已经有了电动工具、3D 设计图、激光定位仪，现代工艺让速度成为关键词。可真正的老匠人依然守着一张案几、一壶清茶、2盏孤灯，不紧不慢地磨着。有人说他们落伍了，可他们知道玉不是效率的产物，是耐心的产物，是人与时对话的产物。有一位老匠人曾说过，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朋友不是人，是玉。他们懂我，我也懂他，你听听，多动人。这不是手艺，这是情感。这些匠人不说话，但他们的作品会替他们说。他们用刀当笔，石当纸，写出一部没人听却值得铭记的昆仑史诗。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块玉，无论是佩戴、收藏、供奉，其实都经过了无数双手的传递和打磨。从山上采集、运输、分料、出雕、精琢、打磨、抛光、装配，每一步都藏着汗水与默契。那不是流水线，那是传承。所以下次你再看见一块玉，不妨多停几秒，想一想，它的前身可能是在玉龙河沉睡1000年后被匠人一刀一刀唤醒。它的光不是灯打出来的，是人心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它不声不响，却蕴含着无数工匠的孤独与荣耀。这些玉匠就像昆仑山下沉默不语的岩层，支撑着整个玉文化的厚度。他们也许一生无名，却在玉的光里永远发亮。在这个什么都能仿、什么都能造的时代，一块玉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似乎成了高级玩家的必修课。你要是随便走进个玉器店，不出5分钟，老板就能用眼神告诉你，我家是老坑玉，全和田，籽料、冰种、羊脂，原石切的，不掺一丝杂，说的你当场灵魂出窍，钱包差点自主刷卡。但问题来了，真的是吗？今晚我们就来解密古人是怎么辨别真假和田玉的，以及那些流传1000年的石玉秘技到底靠不靠谱。首先得明白一件事，和田玉难辨，不是因为它长得像别的石头，而是因为它太温和了，没有明显的闪光点，没有那种钻石的火彩，也没有黄金的重量。它不炫技，只低调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才容易被模仿者盯上。从古至今，想冒充和田玉的材料多到能列一张诈骗排行榜。在古代，最常被拿来冒充和田玉的是岫岩玉。岫岩玉产自辽宁，质地细腻，有一定油性，乍一看和田玉8分相似，但真要细看，
和田玉的温润来自内在的油光，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柔，而岫岩玉的光往往偏水感，表面滑，但少了点气韵。简单说，和田玉像一个沉静温婉的人，岫岩玉更像刚洗完澡的人。光滑是真的，但气质少了点。所以古人识玉，第一靠摸。他们把润作为识别标准中的第一要义。什么叫润？不是油，是一种介于冰和肉之间的手感，握着不滑却不涩，贴在皮肤上不凉，但能透出一丝清气。苏轼就有句：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玉。因为玉养人，玉能平心气，而能做到养的玉才是真玉。第二个方法是看光。古人喜欢把玉举到阳光下，慢慢转动，观察光线的折射。真正的和田玉内部结构细密均匀，光透得慢，有一种晨光不耀的朦胧美，像水中晨月。而假玉、石英岩类玉石，光一照就透得通透，甚至刺眼，反而像电筒下的塑料。第三是听。别笑，玉真能听出真假。古人用2块玉轻轻碰撞，听声音。真正的和田玉音色清亮悠远，像敲钟之后残留的颤音，带点空灵感。而仿玉多为玻璃或石英岩，声音短促干涩，甚至有收藏家闭眼听声就能判断玉种。这不是神迹，是几十年用耳朵生活的结果。再来是照。明代起，玉匠就会用灯照法检测玉石。他们用蜡烛、油灯照玉，看玉质是否通气。好的玉在光线穿透下会呈现乳白色或温润的浅黄，但不会过头。现代的 LED 灯虽然亮，却也容易让人看走眼。真正懂行的老手依旧钟爱老黄灯，因为那种光线更接近自然，更能看出玉的底。还有种更老派的方法，叫舔。是的，古人真舔玉。他们相信真正的和田玉因矿物成分复杂，含有微量矿盐，所以舔起来会略微黏口。而仿玉如石英岩类则干涩无味。当然，这招今天已经基本绝迹，毕竟谁也不想把一块几十万的籽料拿舌头舔一圈。但你想想，这种方法的诞生本身就说明古人对玉有一种近乎身体直觉的信任感。除了实测方法，古人还发明了一套文艺派识玉法，比如看沁色。真正的籽料因在水中沉浮100年，会在表面形成皮色，常见如枣红皮、秋梨皮、黑皮、撒金皮等。这些皮色不是染上去的，是自然沁入，和玉本体融合成一体。高手只看皮色，就能判断籽料的年龄与出土环境。但造假者也会用化学液、染料去做皮，甚至烤出撒金斑。古人如何识别？看皮色是否自然过渡，是否随着纹理走，是否与玉质浑然一体。一句话，真的皮是皮里有肉，假的皮是肉上贴布。识玉的巅峰是望气，这是道家文人最爱说的词，不是迷信，是一种极端感性的判断。站在玉前，能不能感受到它带来的气场？有的玉放在案头，就像个沉静的人坐在那里，即便不动，也能让人安心。这种玉未必价值连城，却有灵。有的收藏家宁可放弃拍卖场上的天价器物，也不舍自家祖传的一块普通配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气。而这些识玉法之所以流传至今，是因为和田玉从来就不是一个商品，它是文化的投影，是信仰的载体。你识的是玉，更是认祖归宗的本能。在一个物质不缺、信息过剩的时代，什么都能复制，唯独时间的气息仿不了。而真正的和田玉，就是昆仑山用时间写下的诗。你能读懂，就不会被骗。
说到这，你可能要问，那现代人怎么办？总不能抱着一块玉舔半小时吧？其实，今天的科学检测手段已经很发达了，红外光谱、X 光透视、矿物成分分析、显微结构检测，样样能精准判断玉种。可即便如此，人们依旧迷信老匠人的眼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玉的真假，机器能测，但气只有人能感觉到。玉商之间流传一句话：3分真，7分圆。一块玉能不能认主，不是它贵不贵，而是你看它一眼，有没有感觉它在看你。每个和田玉爱好者心里都有那么几个听过却说不清的传说。有人配玉避过一场车祸，有人把老玉戴久了，梦里见到前朝女子对他一笑，还有人说自己戴的那块玉在爷爷过世那晚突然裂了一道，像是替他挡了什么灾。听起来玄乎，但又让人相信。今晚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些绕不过去的民间寓言奇谈。先说个听得最多的，玉能保命。这不是玄幻小说里的设定，而是民间长久以来的经验累积。老人们总说人养玉3年，玉养人1生，听起来像广告词，其实后半句才是关键。玉养人指的是玉能吸走人的邪气、病气、晦气，而这吸的结果就是玉自己受损，它裂了、变浑、失光，甚至碎裂。于是有人说，你命里那一劫，玉替你扛了。最广为流传的是配玉断裂保命的故事。像南方某地一位老师傅，平日身体好得很，有一块祖传的青白玉佩，从不离身。某日骑摩托摔车，伤得不重，回家却发现那块玉断成了2截。他没撞哪，没磕哪，玉却断了。后来看风水的说，你这回是替你挡了一命。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悬疑剧的前奏？但你别说，像这样玉断人安的故事在各地还真不少。而最讲究玉挡灾的是古代的士子和商人。你看古书中写，读书人进京赶考常配玉，经商之人出行长途必配玉，不仅为装饰，更是图一个稳。玉挂在身边如带神助，特别是那种老玉，传了好几代，常年贴身不离，说是早已通灵。你说它灵吗？也许是的。人和物之间总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。再说玉通灵的事，有一种传说是玉能托梦，尤其是那些佩戴了很久的玉饰，如果不慎遗失或转赠他人，新主常会梦见旧主。像那种我昨晚梦到一女子手里拿着我这块玉，还唤我名字的情节，听起来像古装剧，但在民间，你问10个收藏老玩家，有4、5个能讲1、2段。曾有位玉商讲过一块出怪事的玉，那是一块清代老籽料雕的观音，原主人临终前将它赠给了侄子。侄子原本不信这些，但收下后开始频频梦到观音，梦里对他说话，指方向，还解了2次他生意上的难题。他起初以为是巧合，直到有一天那块玉莫名其妙碎了一角，梦也随之停止，他才意识到，也许他来是为了护佑，他走是因为缘尽。这类故事说多了，就成了一个文化现象。玉不仅是美物，更像是一个精神陪伴者，它默默记录你的体温、心情、经历，然后用某种方式回应你。古人称玉为有性之实，不是随便说说。在一些流传久远的民间观念中，玉是有眼的，他知道你是好人还是恶人，知道你此刻能不能配得上他。这就说到另一个奇谈，玉认主。有些玉你无论怎么看都觉得普通，可偏偏就是有人一见倾心。反过来也一样，有些玉别人说多好多值钱，你一戴上就是不舒服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是玉在挑人。你觉得它冷，它就真冷；你觉得它暖，它
它就变得像贴在皮肤上的水珠一样亲密。民间还有个说法叫玉分阴阳，意思是有的玉偏阴，有的玉偏阳。体寒之人配阳玉，能调气补阳；火气旺者带阴玉，能清心降火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但那些老中医、道士、风水先生在看人配玉时，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说法，甚至还会配合命理五行给你定配玉方案。比如属水的人不适合配黑玉，容易加重水气；属火的人不宜戴黄玉，怕火上加火。他们看颜色、看形状、看卦位，甚至看绳子的颜色，细致的像在布阵。听起来神神叨叨的，是，但这正是玉文化迷人的地方。它既是美学，也是玄学。更奇的是，玉还能感应死亡。很多老玉收藏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老人去世前的玉要么碎，要么沉。意思是家中长辈临终前常年佩戴的玉会突然光泽减弱、变色，甚至裂开。有的子女一看玉变了，不出几日老人就病重。这种说法当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一代代的流传着，慢慢成了规矩。所以有些家族会特别重视传玉仪式，不能随便给，不能乱带，要在及时交接，要讲明继承而非取代。甚至还有说法，传玉时要在玉旁放清水或茶水一夜，让灵气过渡，避免新主人不适。这种仪式感看似迷信，却让人心生敬畏。你不是在带饰品，你是在接过一个故事。当然，这些奇谈异事到了现代早已被科学、理性、市场压过，但它们没消失，而是藏在博物馆某块无名玉佩的标签背后，藏在地摊老板讲出的祖传故事里，藏在你深夜看着玉石出神的那几秒钟。它们是玉文化里最柔软、最迷人的一角，不讲道理，只讲有没有感觉。说到底，玉的魅力不全在它的硬度、细度、价格，而在它承载的信。一块玉陪你走过风雨，不言不语，却仿佛一直在守着你。它有时碎了，但你却觉得被保护过。它静静躺着，却想知道你的故事。那种感觉说不清，只有戴过的人才懂。所以，如果你曾经有块玉，在某个奇妙的时刻陪着你，帮了你，提醒了你，不妨在心里说一句谢谢，因为也许他真的听得见。女人与玉的故事从来都不只是佩戴与欣赏那么简单，它像是一场隐秘而长久的情感对话，藏在闺中香案上，藏在贵妃手指间，也藏在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里。今夜我们不讲神仙，不讲帝王，就讲女人与玉之间那些温柔又带点宿命感的缘分。我们先从最有名的那位说起，杨贵妃。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里写她温泉水滑洗凝脂。这凝脂除了说肌肤如玉，也暗含着肤若白玉的极致美感。唐代极崇白玉，女人能被比作玉，是地位与魅力的双重象征。而杨贵妃最爱的是一对羊脂白玉耳坠，据说通体如雪，微微透粉，在她跳霓裳羽衣曲时轻轻晃动，像是玉在奏乐。是不是光听就觉得画面太美？但杨贵妃的玉最后也没能保住她的命。在马嵬坡前，她将耳坠摘下，交给随身宫女，说把它还给皇上。那一刻，玉不再是装饰，而成了诀别信物。你看，这就是女人与玉的第一重联系。玉是情的容器，男人送玉，女人配玉。玉里藏的不是珠光宝气，而是情感重量。再看汉代的赵飞燕，那个号称能舞回风的女子，有一次在宫中跳舞失足，几乎摔倒，
却因腰间一块玉佩发出清脆一响，引起皇帝注意，转危为喜。从此他每次跳舞前必检查玉佩，甚至传言他后来在冷宫中常独自抚摸那块玉，像是在摸过去的荣光。你说玉重要吗？对他们来说，那是命运的投射，是记忆的锚点，是他们能抓住的唯一能留下的证据。在那些深宫高墙、权力无常的岁月里，别说朋友，连亲情都靠不住。但玉在，玉不问你得宠与否，不论你贵与贱，它一直在那里陪着你，不动不言。普通女人与玉的故事，也不比宫廷女子逊色。明清时期，女子成年礼最常见的礼物，不是绣花鞋，也不是金簪，而是一块小玉佩。母亲会在女儿出阁前，亲手为她系上红线佩玉，说是保平安、镇心神。这玉可能价值不高，但却陪着她穿嫁衣、入新房，生儿育女，直到老去。有些女人会把它缝进衣领，有的则藏在枕头下，无人可见，却日夜不离。最动人的是闺中玉私语，在某些古书笔记中记载，女子心有所思，会对着玉轻声呢喃，甚至把未写出的诗、藏起的情话对玉低声说。他们相信玉能懂、能听、能替她保密，是不是很像我们小时候把小秘密讲给玩偶听？但对古代女子来说，那块玉比什么都可靠。还有些女子佩玉是为了自护，在古代，女子出门要避讳，要小心，佩一块玉可以保声名清白。玉在腰间行走时发出的清脆声，既是提醒周围我来了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规矩约束。礼记说，君子无故不去玉，其实女子也一样，她们佩玉是为了让自己在尘世间保持一点节。而更深的一层是女子与玉的命理关系。民间老一辈常说，女娃命薄，要带玉养。玉养女几乎是乡村里的共识，一块平安扣、小玉镯，从襁褓记起，一直带到长大。旧时有些女孩命硬，家人怕她冲犯祖坟，会悄悄在玉上刻上镇字，埋在枕边。还有一些女子梦魇连连，长辈就给她在腰间缠上玉带，说是让神明知道她有人护。是不是有点悬？但你别说，这些风俗看似随意，实则背后藏着古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。在一个女子命运受制于婚姻、家庭、长辈的社会里，她们其实很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或空间，而那块玉是少数可以真正属于她们的东西。它可以是嫁妆，是记号，是自我意识的微光。进入近现代，玉的意义在女性身上变得更为多元。有女孩自购玉镯，不为保命，只为悦己；有女性将母亲遗留的玉佩戴在颈间，不为风水，只为思念；还有人因一次旅行、一次相逢而购下一块玉，作为青春的一部分。那块玉可能不会转运，但一定会在多年后，在翻箱倒柜的瞬间，带你穿越回那个笑着挑玉的自己。而这些故事无需写入典籍，无需雕成传世之作，它们藏在抽屉、梳妆盒、项链盒的角落里，被贴身佩戴，被默默触摸，被静静珍藏。它们不为炫耀，只为存在。所以啊，别再说玉是给女人戴的，玉不是给女人的，是她们自己选的，是她们看见之后决定留下的。它不像金那么炫目，不像银那么冷静，它是介于温暖与理性之间的那一抹光，是女子在世界面前微微一笑却暗藏力量的信物。那些戴玉的女人，她们不是装饰玉，
是在用玉默默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你若听得见，便会发现，玉从来不只是玉，而是他们心里的小火炉，一点点燃着自己，不声不响，却长久发光。你听说过“人养玉，玉养人”这句话吧？表面上是民间俚语，其实藏着一套古老的信仰系统。今晚我们就来细讲讲，为什么有人说玉能通灵，它真的能养人吗？这些看似迷信的说法，其实背后藏着的是人对天地、身体和命运的深度直觉，是把玉当作了介于物与灵之间的某种存在。我们先从养人这件事说起。古人相信，玉是吸天地之精华而生。昆仑山那么高，雪水那么冷，玉脉那么深，一块籽料从山中滚下来，要经历多少年风吹雨打，才终于能被人捡起。这过程中，它早就积了寒气、山气、水气、地气，而佩戴玉的过程，恰好是人身上的热气与玉的冷气交融的过程。玉吸人的火，人沾玉的灵。有人说玉能调节情绪，说是玉温润，带在身边可以和气养性，听起来像心理暗示，但很多老玉玩家确实讲过类似的经历。焦躁易怒时摸一摸玉，心就静了。失眠的时候把玉挂在枕边，睡得踏实。这不是什么魔法，是人体在潜意识里接收了玉的冷静频率。就像你看到一块颜色柔和的石头，会自然放松。那种平静不是玉说话，是你自己跟它合拍了。古代医书也写到玉的作用，《本草纲目》就说，玉入药，可除胃热，安心神。李时珍还列了玉泻、玉浆的服法，有些方子甚至把玉磨成粉配药，说能清心安神、解毒止渴。当然，现在看是有点冒险，但这说明在古人的认知里，玉不是石头，是清洁之物，能净化人身与人心。而更玄妙的是玉通灵的说法。你听说过有人戴玉几年，玉变得越发通透，有的甚至在某天突然现出微光。这种传说不稀奇，甚至有记载说，某名士临终前交代儿孙，我这块玉陪我半生，他知道我的事。听起来有点像小说剧情，但你细想，一块物件常年与人贴身相处，会不会吸收了主人的气息？即便你不信灵性，也不得不承认，时间与触摸能让玉发生变化，而这种变化也许就是通灵的最初形态。还有种说法是玉能感应吉凶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玉裂。许多老人都说过，玉裂人安，玉碎挡灾。佩戴多年的玉突然无缘无故断裂，可能就是帮你挡了一劫。这种说法听起来像都市传说，但你去问问玉商，有经验的都会点头。没碰撞，没跌落，玉却裂了。的确，有时就伴随着某种事。这种感应也许不是灵异，而是某种深层的共振。人有气，玉也有气，两者日久生连，玉能记住你身上的频率和节律。当这个频率突然剧烈变化时，比如你身体出问题，或精神极度紧张，玉就会出现微妙变化，颜色变沉，油性下降，甚至裂开。这些反应并非神秘，而是玉作为自然矿物的一种回应。最被信奉的一类玉是老玉，不是因为它贵，而是因为它养得久。老玉佩戴百年，通体带有柔润光泽，那种包浆是岁月磨出来的。你摸它，就像握住了前人留下的温度，而这种温度是现代仿玉永远复制不了的。人说老玉有灵，其实说的就是他身上那种穿越时间的熟悉感。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，
某位收藏玉几十年的老人去世后，家人整理遗物，在他的床头发现一块始终未佩戴的玉佩，旁边夹着一张小纸条，写着：“这块玉为你留的，他会护你，不必多问。”后来这块玉由孙女佩戴，几年间他经历了很多波折，每回头看那块玉，都觉得他像一个无声的祖辈，在默默陪着他。这种情感连结不需要科学验证，它是真实的，是信仰的一部分。当然也有认主不成的情况，有人买来一块玉佩着，总是发冷、做噩梦、心烦意乱，甚至生病。直到换下那块玉，一切恢复。这类经历听起来诡异，但在玉文化中却很常见，被称为玉不应人。每块玉都有它自己的气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合拍。就像你和某些人第一次见面就不舒服，也许没理由，但就是不对劲。所以真正懂玉的人买玉时很少只看外观，更重的是感觉。你一拿在手上，是不是舒服？有没有种莫名其妙的安心感？甚至有没有那种原来你一直在等我的默契？别笑，这种感觉往往比价格和证书还要靠谱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宁愿戴一块普普通通的唐玉，也不换名贵的羊脂白玉。不是因为穷，是因为那块玉合身，他懂自己。配玉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陪伴，是一种无声的双向奔赴。说到底，玉通不通灵，不在玉，在人。你愿不愿意相信，他能听见你的心跳，能吸走你的烦忧，能用冰冷的身体替你挡下一次命运的波动。如果你信，它就是灵玉；你不信，它就是石头。而那种不言而喻的默契，正是我们在人世浮沉中最渴望的静谧温柔。所以下次配玉，不要只问它值多少钱，问问你自己，你愿意让它陪你多久？你想让它替你记住什么？若有一天它忽然裂了，请你别心疼，那可能是它对你最温柔的一次保护。有时候我们会忘记，玉并不是天生为人而存在的，它原本只是一块深埋在山体的石头，是千万年沉默的结晶。可就是这样一块沉默的东西，被我们赋予了信仰，被我们用作礼器、配饰、护符，甚至视为命运的使者。这一切的背后，其实隐藏着一个问题：玉为什么最终成了一种信仰？为什么它不像其他宝石那样只象征财富，而成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寄托？信仰是一种愿望投射，而玉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带着安静的永恒这种气质。在几千年前，天地未分，山河未定，人们面对雷电、风雨一无所知，但他们知道，一块玉埋在地下，经岁月冲刷而不朽，经洪流洗礼却不碎，它一定有通天的本领。于是玉被请上了神坛，从商周开始，它就是祭天之物，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，只有巫师、王者才有资格以玉敬天。那时候的玉分成璧、龟、章、虎、黄5种，对应天地四方与日月星辰。你要跟天说话，得有玉来传话。这是一种极高规格的精神系统，玉在里面不是饰品，是通灵的中介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王朝更替中，玉始终在权力逻辑里保有一席之地。传国玉玺从秦朝一直传到明代，即便真的失落，它的传说依然成为正统的象征。每一代开国皇帝都得找个能承载天命的物件，而玉就是最好的载体。它不耀眼不张扬，却能稳稳当当地摆在神龛上，写着天命在我。而在普通人眼中，玉更像是与看不见之物的桥梁。
你可能见过这种场景：老人过世后，子孙在他手中放一块玉，说是带去另一边；或者婴儿出生时，长辈送上一块小平安扣，挂在脖子上，一戴就是几年。这些举动看起来很平常，其实是一种默默的信仰。我们把对生死、对未来的未知和不安，悄悄地交托给玉，交给一块不会说话但能护你的东西。更妙的是，玉还成了一种道德理想的象征。《论语》有言：“君子比得于玉。”孔子说，玉有11德：温润、光泽、坚韧、细腻、庄重。听着是不是像一份古代人格说明书？人不能没有缺点，但可以像玉一样，在经历时间挤压、冲刷后，仍保留一份温和而坚定。这种对人如其玉的期许，其实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自我规训。换句话说，玉不光是信仰对象，它还成了人格训练营。你佩戴玉不只是装饰自己，更是在提醒自己，说话要温润，处事要不锋芒，对人要柔中带刚。长久以往，人真的会被玉带着走。正所谓人养玉3年，玉养人一生。不是玉改变你命运，而是你在佩戴它的过程中，慢慢变成你理想中的自己。这就是玉最独特的地方。你看，黄金、钻石、翡翠，这些宝石都代表某种强烈的愿望，财富、爱情、权利。但唯有玉，它代表的是平静。它不追求耀眼，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从容。它告诉你，你不需要被看到，你只需要稳住自己。这种价值观在浮躁时代尤为可贵。更动人的是，玉的信仰并不是以庙宇、仪式、祭祀为主，而是通过佩戴来完成。这种信仰是贴身的，是私人的，是一个人与自己、与祖先、与天地之间默默的交流。你不需要说话，他也不会回应，但你知道他在听。所以很多人把玉当作护身符，不是因为它有法力，而是因为它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提醒你我在。那些在关键时刻握紧玉佩的人，那些在噩梦中摸着玉才安睡的人，那些在考试、面试、迁居时非戴玉不可的人，他们相信的其实不是玉本身，而是它代表的那种命不会抛弃我的信念。而这份信仰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不排他。你可以信佛，也可以信道，甚至你什么都不信，只要你愿意相信这块玉能陪着你、护着你，那它就是你的信仰。它没有教义，也不管你有没有香火，它只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愿不愿意相信我？这不是封建，也不是迷信，这是我们民族在千年文化中自己养出来的一种静默的精神依靠。它没有教主，却能横跨宗教与世俗；它没有经典，却能代代相传。它是你外婆手腕上那块旧玉镯，是你小时候摔跤后妈妈偷偷放进你书包的小玉坠，是你长大后突然在街边玉摊里看到一块玉，莫名的心跳加速，那一瞬间觉得它就是你的那块玉。信仰从不一定要高调，也不一定要用语言表达。有时候，一个人静静带着一块玉，走过四季风霜，在每一个孤独或者混乱的时刻，它不发光，不响声，但它在你心里像一盏小灯就够了。昆仑山至今仍是个谜，它既是地理名词，也是神话源头，是现实中翻不过的高峰，更是中国人精神地图中永远在望的天界。而和田玉这块静静从昆仑脚下流出的石头，像是一封封未写完的信，穿过风沙、朝代、命运，缓慢地、坚定地传递着一个消息：山还在，玉未断，你也终将抵达。很多人以为昆仑山只是传说，可你走进新疆，真的能看见它。一望无际的群山蜿蜒绵延，白雪终年不化。山脚下的风是干的，
冷冽到像能吹进骨头里。而你再往玉龙喀什河靠近，那种来自大地深处的宁静气息，会让你有点恍惚。你脚下这块沙石地，1000年前就有人在这儿捡玉、洗玉、赌命。于是你明白，昆仑从来不遥远，它一直在那儿等人走近。在古人的世界里，昆仑是一切的起点，女娲补天的石头，轩辕皇帝的升天之地，西王母的瑶池，太一神的居所。神话从那里开端，也在那儿循环。而和田玉是唯一一个能从神界掉下来的东西。你见不到女娲，也摸不到昆仑，但你可以握住一块玉，这块玉是山的指纹，是天的落款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么多年来，为什么偏偏是昆仑出玉？科学可以解释，说是地质构造复杂，板块碰撞活跃，矿物丰富，水源冲刷强烈。但解释不了的是唯一。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山，有水，有石头，为什么只有昆仑北路能出产这种质地温润、颜色多变、结构细腻、几乎完美的玉？就像一个世界上独此一家的配方，它只交给了这一片大地。有人说这是神的偏爱，可换个角度看，也许这不是偏爱，是考验。昆仑山高寒，交通不便，气候恶劣，想要拿到它的馈赠，你得有足够的耐心与敬意。你要翻过沙丘，忍住风雪，走过没有信号的无人地带，你得在最荒凉的土地上等待一块不知有没有的玉出现在你眼前。这像不像人生？好东西从来不主动接近你，它等你走过去，用脚一步步去换。这也是和田玉的气质，它不追你，不讨好你，它沉默地站在时间里，只看你有没有那个缘分。有的人几十年寻不到一块入心的玉，有的人第一眼就知道是他。这种认主不是戏剧化，而是山与人之间的默契。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1000年一遇，万年一缘。还有一种说法叫玉是山的记忆，每一块玉都是昆仑山某一段时间、某一种水流、某一次风暴留下的印记。你戴的那块玉，也许是冰雪消融时被冲出的，也许是1000年前地震后从岩层中脱落的。它被风吹日晒，被水磨沙洗，然后在你诞生前的很多年，就已经在山中准备好等你了。而等你真的把它带在身上，它就开始了与人之间的新旅程。从此，它陪你走路、说话、睡觉，吸你的体温，跟你呼吸同步，在你慌乱时陪你静心，在你沉默时陪你回忆。它不会给你答案，但它在场，像山在场，像命运在场。很多和田的老人说，我们不是挖玉，我们是在等玉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浪漫，其实很真。那些上山采玉的人，每天翻山越岭，只为在河滩上发现一粒光点。他们不敢用力碰，不敢轻易判断，只靠经验、直觉和一点点运气。你以为这是生意，其实是信仰。他们相信山会给，只是时候未到。而到了今天，我们离昆仑很远，但玉却离我们很近。一块佩玉，几百年过去，依旧能闪着光。一个关于玉的故事，1000年后讲出来，仍能让人动容。这不只是因为玉美，而是因为它承载的东西太深了。它是山的回声，是祖先的遗物，是信仰的投影，是我们在尘世中找到的安定锚点。你可以不信神，不信命，但只要你握过一块真正的和田玉，就会明白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言语、不需要证明的存在。它安静却极其有力，它不说话却让你沉静，它什么都不是却什么都承载。昆仑山还在，它不急着解释自己，也不慌着展示自己，它只沉默地坐在那里，
雪峰之上，云雾之中，静静地继续孕育一块又一块的玉石。它不求你来，但它永远等你来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带着一块玉，再走一趟，去它的山脚下，不是为了寻宝，也不是为了朝圣，而是为了在那漫天风沙中，对着那座万年未雨的山说一句：“我来还你。”那一刻，你会知道，这段关于玉的故事，从来都不只是历史，它是活的，是还在继续的。只要你愿意听，它就永远有话要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晚的故事就说到这里。灯光可以更暗一些了，眼睛也该慢慢合上了。你现在知道，原来玉不是冰冷的石头，它藏着光，也藏着人心里最温柔的念想。它不催你，也不理你，就那样静静陪着，一如山，一如梦。愿你此刻佩戴的玉能在不言中守着你，愿你未来捡到的那块玉刚好懂你，也愿你在某个夜晚轻轻翻出抽屉，摸到那块老玉时，会记得今晚这个故事。